3号位，实施拦截射击，让他给我退出8号路段。收到，收到。打！哎，还真打呀！准备好了吗？来人打！出发！我们下一条行动是什么？按照孙申谋的部署，我们要尽快赶到3号地标，在那展开第2次伏击作战。抓紧时间行动。是。准备。打！快让他们停下来！我是来找江营长的。副队长，我就是带你去见江营长的，但是现在我们被包围了，必须马上离开。包围！谁敢包围我啊？你告诉他们，我是庞威，庞副队长。没有用，越喊越挨打。我不知道对方是谁，我们赶快突围出去吧。3两洞，我是9卫111，马上派直升机到4号地标汇合，协助庞副队长转移。我是庞威，庞副队长。这帮人太挣扎了。我们这是去哪儿？带你去见江营长。江海到底在哪儿3号地标附近。3号地标在什么位置？这里是炮兵靶场的落弹区，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。1分钟后，炮群开始射击，这里将成为一个火山口，到时候我们全都会被炸死。快走吧。我跑不动了，你把江和袁医生他们找来，我在这儿等他们。啊，知道。哎，知道。哎，不是，你们看清楚了，我是庞威，庞副旅长，你们看清楚了好不好？什么庞副旅长？敌方派来的奸细吧，把手举起来。庞旅长，快走！别动刀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我是庞威，庞副旅长，我是来救江海的，不让开！谁能证明你就是庞威？我有证据。没错，又一个假冒的。啊？你说什么呢？
是假冒的。你这证件是网上淘的吧？你看清楚了，这是政治部发的，上面有字有章有照片，看清楚了。你看看这证件，还有这字，还有这照片，还有这章，模模糊糊的，一看就知道是假的。不要！哦，这是刚才谁打湿的？打湿的，刚才打湿的。哎呦，敬礼！中央党首长辛苦了。你们马上结束训练。好。首长又布置新任务了。什么任务？李多，你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了？你还像是飞行员吗？我看你比特战队还是特战队。江海，刘小兵，我说你，好，我现在通知你们啊，旅里马上要成立一支飞行表演队，参加国际航展。好啊，哎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飞筋斗和横滚了。对呀，这是正职，代表的是中国陆军航空兵的形象。你当队长，我没问题。江海，你不要过于自信好不好？弄砸了，丢的可是中国人的脸。列队，敬礼！首长亲自检验我们的训练成果，我们无上荣幸。首长，还满意吗？你怎么才来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上午来啊，能看见一出好戏。什么好戏？进去聊。上午傅影过来了，带了一大锅红烧肉。是吗？啊，他做红烧肉最好吃了。想吃吧？当然了，没了。你全给吃了。不是我，让我们胖副旅长连锅端走了。他属狗的呀。你怎么跟我说的一样啊？我今天试飞筋斗了，成功了。有支持啊？对呀，值得庆祝。来，干！干杯！听说你最近身体不错，那个意大利的直升机也不飞了，怎么想起来搞无人机了呢？做生意我本来就不感兴趣，给老板开直升机还没开汽车子弹呢，更没劲。要说搞无人机的初衷啊，开始于咱俩的老部队。真的假的？我怎么没听你说起来过？我当时啊，心情郁闷，啥也不想说。其实啊，就是源于一次演习。那次演习让我把一帮侦察兵投送到敌方的战役后方。我上指挥部问参谋有没有护航的，其他的不说。演习要什么护航的呀？你就按指定的路线飞，把人送到了赶紧回来。哪个参谋说的呀？就那胡参谋。哦，那胡参谋啊，扯淡！
这演习就得跟打仗一样，要不然演习不就是演戏了？对呀，好嘛，这一路上最少经过敌方3个防空阵地啊，还不算树林中间防前防后藏着的健康式导弹射手呢。哎呀，我就被健康式导弹给揍下来过。你看吧，是啊，我跟你说，这就是中国式演习，直升飞机才能大摇大摆的在敌方上空飞行。只要是在战场上，早就被人给捅下来了，必然的。当时那种孤独感、恐惧感，直到现在都记忆犹新。我一想到这个，我后背都冒冷汗。在返航的时候，我看到几只大雁跟我平行飞行，我就马上减速。那几只大雁竟然靠拢过来了，我就跟着它们一起飞行，大概飞了10几分钟。那种情景实在是太美妙了。就从那以后，我就开始胡思乱想了。我琢磨着，要是能有一种飞行器伴随着直升机一起飞行作战，那该多好啊！好主意啊！后来转业了，赚了钱，我就想把这个梦想变成现实。哎，洪生，我发现你不仗义啊！啊？怎么了？你有这么好的想法，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起来过？嗨，你是不是怕我吞了你的想法啊？后来我们这个项目啊，被中航工业集团设计院的刘总师看中了，他跟我们一起合作，把它发展成了一种直升机的保镖和卫士。样机地面试验已经完成了，你们旅的那个情报侦察大队配合我们做伴飞实验。哎呀，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呢。来来来，祝你地面试飞成功。你先别半飞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你现在还单飞着呢。你跟那个谭子薇算是彻底掰了，算是分手了吧。他去英国养伤以后，我们再也没联系过。我现在也管不上那么多了。哎，我现在就只想着赶紧把无人机搞出来。我现在已经摔了6架了，但我得继续干下去，没有回头路可走了。这得多少钱呢？我说啊，谭子薇对你还真是不错。但是啊，你得接受他的生活方式，你得按他选定的路走。你说，我怎么可能啊？你今后有什么打算？你是哪方面？还能是哪方面？情感、婚姻、生活，看缘分，随遇而安吧。年轻啊，漂亮啊！阿薇女士好。你好，你好。那这样吧，我就简单说一下啊。咱们这个无人机的特点哈，是能自主与有人直升机伴随飞行。其实就像飞机两边多2个保镖。哈，这还蛮有意思的嘛。这种无人机啊，能够搜集信息情报，能发起攻击，还能够拦截低空导弹的袭击。而且还能够空中释放、空中回收呢。这么神奇啊！徐总，啊是您设计的吧？哦，不是，这是我们洪总啊设计搞出来的。他原先啊也是一名飞行员，懂得这个直升机啊作战原理。现在不是民营和国营紧密合作嘛，已经对这款机型啊进行了改进和完善，正式进入实装伴随飞行阶段。哎，那您说的这个洪总，他参加试飞吗？啊，对。他主要是在机上操作，我们呢只是做一下地面保障和这个采集数据。洪总他们明天直接在试飞场等你们。好吧。那就辛苦阿薇女士了。您放心，交给我们。好，别客气。好。
提防啊！别急，朝这朝这。好了，好，还有那个。曹站长，你们先休息一会儿，我们把设备调整好，要1个小时。好。那边那个洪总是叫洪生吗？是啊，你们认识啊？我只认识。我姐刚跟你说什么了？洪生。哎，画米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怎么可能在这儿啊？听说你对我印象不错。你听谁说的？你都跟谁说了呀？傅颖吧。哎，薛啊，拿着这个，把这台测试完，把那家也测试一下啊。好嘞。哎呦，别拉拉扯扯的。你什么时候看到傅颖了？他跟你说什么呢？那你跟他说了什么呀？你是不是跟他说给我打洗脚水了？你不是脚崴了吗？那你是不是也跟他说给我贴膏药了？你这人嘴够大的。都好了吧？好了，早好了。对了，你来这儿干嘛？你飞直八？是啊，从今天开始，由我化敏机组执行无人机试飞任务。怎么，不欢迎啊？欢迎，非常欢迎，热烈欢迎。姐，你干嘛呢？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洪生洪总，这位是彭露露，绰号小羚羊。你好。你好。小羚羊？对啊，我单飞时啊就飞的小羚羊，所以啊他们都叫我小羚羊。我也飞过小羚羊。是吗？她的男朋友叫刘小斌，是江海的徒弟，飞直10的。这回我可全对上号了。我也算是对上号了，2颗被甩出爱情轨道的星，在这儿相遇了。说什么呢？哎，这就是他们的无人机，过去看看吧。好。拐动1可以加速，幅度可以再大一些。拐动1明白，再来一次。没关系，他们的飞行轨迹全在我这儿。
他们上升到500米高度以后进入平飞，是双机自动编队飞行。我们跟上去后，在他们的后上方飞行，而后我会切换到无人机自动伴随飞行状态，就不用管它们。我们起飞吧。明白。好，好的，杨秘书，我马上安排。对，我们的飞行员已经展开了训练，请你转告首长，20天后请首长来检阅我们风雷表演队的训练成果。好，再见。老庞，哎，政委，江海、刘小斌的立功报告已经送到部里了。好啊，太好了。啊，政委，刚才杨秘书来电话，参加风雷表演队的外单位飞行员今天下午就到，要我们安排好。嗯，好。这样，交给姚副旅长安排就是了。好啊，走。好，我们继续保持平飞。10秒钟以后，我会切换到无人机自动伴飞模式。准备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闪灯是什么意思啊？说明已经进入了自动伴飞状态。它们会与我们母机保持目前的距离。一会儿我们拉升，它会跟着我们同时上升；我们下降也会同时下降。花明，试试。这东西也太好玩了。我们上升到1000米平飞。好，我们下滑到500米。下滑500米。太好了！薛总，我们成功了。现在还说不上成功啊，还有几个科目没做完呢。但我有预感呐，这一次我们一定会成功。我们现在左转90度。左转弯没问题，我们右转。太好了，我们返航，加速低高度通畅。老薛，爬了多少天了？今天什么时候摔啊？这叫什么话呀？什么叫摔呀？没摔。哎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阿弥陀佛，居然没摔今天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薛总，他们回来了，你看。成功了，我们成功了，成功了！快看看看！
我们成功了，成功了！哎呀，终于看到了曙光，看到了希望啊！是吗？不是吗？对，还有我那6000万，我看到我那6000万了。好，关车，我们下去看看测试数据。好。老薛，哎呀，成功了！终于成功了，不容易，庆贺去！哎，等等，哎，华敏、露露，他们飞得非常好，每个测试科目都控制得相当精准。太感谢了，真的太感谢了。别客气。那走，咱们去看看测试数据。走吧，快走。哎，怎么了？要不咱们合个影吧？哎，行啊行啊行啊，姐，咱们啊就让你和洪总照一张，我正好有手机。这个主意好。好啊，来吧，来，我们也纪念一下。看镜头啊，1、2、3，看看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？不错不错。洪生，怎么了，洪生？连我都不认识了。紫薇，怎么会是你啊？你当然想不到，今天我会出现在这么特殊的时刻。你的伤都……不说这个，今天我来是代表我爸爸，祝贺我们试飞成功。我们？我的项目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路遥一直代表公司和你们合作，而我是这家公司最大的股东，这就是商业领域最单纯的关系。你们先忙吧，晚上我们再谈。刚才和你合影的姑娘，看上去比父女年轻啊，也是飞行员。是的，他是配合我们项目试飞的陆航飞行员。谢谢你啊，美女飞行员。洪生，晚上见啊！怎么又出现个谭紫薇了呀？怎么回事？我怎么感觉他像老板呢？我也没想到，他们怎么会在一起？你说他们会不会对咱们的后续定型还有这改进计划有影响啊？不会。今天晚上见面以后再说吧。那个女的谁啊？啊，我以前供职公司的高管。说话酸不拉几的，跟你关系不一般吧？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好了，我们整理一下测试数据，好吧？好吧。江海理工啊，我不是怀疑你们的个人技术，我是担心啊，双机四机的动作协同能不能行啊？不是，这几天我们就在抓紧磨合呢。郑梅啊，上项目是不是多了点？有必要吗？不多吧？既然是表演展示，那就全面一点，有单独项目，也有集体项目。
我就是担心集体项目难搞，又不安全，能少上一个是一个。江海啊，要不你再考虑考虑吧。那这保留中摆飞行，螺旋升降，斜进斗，双机跃升倒转，自己开花，就保留这几个，好不好？我看行，这几天啊，我们就集中精力把双机跃升倒转和4节开花给飞扎实了。行，那我就把这个节目单报上去。好，走了。江海啊，到时候啊还要多注意安全，抓紧时间训练训练。将来放心。放心，政委。我太放心了。洪生，紫薇，我以为你不会来。我不会不来的。你先去忙吧，我跟洪生有些事情要谈。我还不能在这儿了。你跟洪生接触的时间还少吗？我刚才说了，现在的时间是我和他的。哎。聊。坐。谢谢。董事长最近身体还好吧？他挺好的，还在忙他的沙漠化改造。怎么，董事长还搞治沙？我爸就是这么一个人，别的老板都是在国内赚到了钱转移到国外花，什么投资移民啊、海外消费啊。可是我们家老爷子啊，却跟人恰恰相反，他在国外赚到了钱，带到国内来扶贫。这可能跟他当年插队的情节有关系。很久没看见他了，挺想他的。就是不想我，是吗？同想。啊，对了，紫薇，我问你，你跟那个路遥的公司是怎么搞在一起的？你跟路遥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肯定知道我在搞这个项目，你为什么不亲自出面，非得要让路遥出面呢？我今天过来就是要跟你谈这件事情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有个私人问题要问你。私人问题？我哪有什么私人问题？你是不是跟那个女飞行员相爱了？我没法回答你这个问题。我跟她认识的时间并不长。我从一个女性的角度看，你跟她走得已经非常近了，而且她比你主动，比你开放。可那又怎么样呢？那你呢？我认为他人很好，但是我还没有认真的想。
这是吗？这是什么狗屁道理啊！我真没想到今天你会跟我谈这些。有一点我要告诉你，你今天说的话，我非常的不舒服。你尽管把你的投资全部撤走，我鸿生的事业不容金钱来玷污。洪先生走啊！紫薇，洪生这种人，值得你动真情吗？他哪懂什么是感情啊？要钱没钱，要啥没啥，还穷横的。他这种人你也知道，在国外一天都混不下去。行了，你也别太伤心了。反正我们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。仁至义尽？什么叫仁至义尽？明摆着的嘛，你给他投资那么多钱，他一点不领情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都听见了。你偷听我们谈话？我能理解你跟洪生的旧情，但他现在对。你说他会回来找我？对啊，他把无人机看得比命都重要。第一步已经成功了，他能不走第二步吗？要是第二步走不下去，那他所有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弃，最终还是孔方兄说了算。我不想那么做。如果那样的话，一切就太无情无义了。这也是权宜之计。你不是想让他回头是岸吗？我是希望他回来，但不是逼他回来。我希望他受到感动，在感化中回归。我可以帮助你，让他回归。等等，我不太明白，你这么想办法的帮我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不是真心在帮我。我也是有人格的。我很欣赏你曾经跟我说过的一句话。我说的什么话？你说，爱有两种，一是占有，二是给予。我知道，给予
说呢？我说怎么见不到人呢？怎么了？今天怎么没去试飞啊？你去试飞场了？我早上6点钟就到了。我在那儿等到7点半也没见你们到啊。我后来问了场站管理员，我才知道，他也接到了旅里通知，说是今天任务临时取消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今天早上我们已经装好了车，正准备出发，路遥来了，拦住车不让走，要求我们停止一切试飞活动。同时来的还有一名律师，说他们是主要投资方，现在因为什么经济纠纷问题，要求我们暂停一切试飞。好，这是律师送的律师函。我们什么时候违约了？你忘了，我可是答应过人家的，3个月完成试飞，5个月内完成定型。可咱们摔了几跤，又多次调整设计方案，那试飞到现在没完成吗？我一看事情复杂了，就马上通知部队暂停试飞，要不直升机飞过去了，我们又去不了，会给部队带来很大的损失。这是期待已久的出发，荆棘人生，黎明现在脚下，人生是我今生的利刃，和你的默契无需表达。天空抵抗我，瞬间升降，看我翻腾横混，尽情潇洒，天空手执铁剑，轰轰浩瀚天雨伞，途经没有征兆的风暴，快速猎杀。我的心只是鸟话，我的梦想只是出发。前进路航，战场新锐把强军战歌唱遍天涯。洪生啊，洪生，这事儿啊，可真不是闹着玩的。我什么时候闹着玩了？你以为谭紫薇是来支持我事业的？根本不是，她是来逼婚的，我无法忍受。这事儿还确实棘手。你们过去毕竟是恋人，你不能否认他对你的感情啊。3天之内，让我们还他6000万，拿什么还？
这不是开玩笑吗？这个，你说这3年期限一到啊，他们要是走法律程序的话，咱这设计所就得关门，这不是很可怕的事情吗？那你说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好办，答应谭紫薇，一切都解决了。哎呀，生啊！哎呦，我真想不到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，啊？一个超级富姐那是上着赶子追你啊，大把大把的钞票往你怀里砸。那个谭紫薇也算得上一个美人了吧？那要啥有啥，你还挑人家毛病？我看是你有病。现在好了啊，弄得鸡飞蛋打，弄不好都得上法庭。老薛，你怎么也跟着他们一起逼我呀？人是有感情的动物，我想做人，不想让人家当宠物牵着走。洪生，那你想到后果了吗？啊，你想到今天这个囧样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洪生，我们已经是让人家牵着鼻子了，这还真不是你愿意不愿意的事。你不想当宠物，那就只能当流浪狗了。再说了，当初可是你说这个项目有前途，那大家伙是分文不谈跟着你干的。如果这个项目现在夭折了、下马了，兄弟们吃啥？那喝啥？那怎么回家跟老婆孩子交代？你说？哎呀，你俩都别着急呀，是不是？是这样，我回去啊，跟我们所长谈谈这儿的情况，听听所里有什么想法。毕竟这个项目是咱们一起合作的，啊，别着急，好好说。不送了，老刘。洪生啊，你就不能低几天头吗？啊？说句不好听的，咱就当泡妞，泡他半年啊，咱们这个也定型了，专利也下来了，咱们有的是回旋的余地呀。到那个时候你跟牙拜拜，他能把你怎么样？你说你现在死钻这个牛角尖，能钻出条活路来吗？哎呀，我真没见过你这么傻的傻帽啊！谭紫薇在这方面做的的确很过分，但是我绝对不能欺骗她。我不是一根筋呐！喂，啊，陆总啊，好，我问问啊。我这陆总电话，让咱们俩今天晚上吃个晚饭，好好谈谈。我不去。你看你，我看他那张脸就觉得恶心。吃饭还不够我吐的呢。鸿门宴要去你去。好，我去。哎呀，我先去探探他的口气，看看有没有别的解决办法吧。
翔哥，原谅孩子一直没来看你，不是不想你，是怕来了以后不知道跟你说什么。今天是有点底气才敢来的。哥，弟弟在国际航展上飞出咱中国陆航的气概了，用咱国产的无知识飞出的世界级的高难动作，在国际航空界都轰动了。哥，你高兴不？